有汽車行業風向標之稱的廣州車展已於11月21日盛大開幕，而車展第一天就有大事發生。中東土豪組團直奔國產車展台，一出手就是10輛。他們可不是加起來只買了10輛，而是這個車10輛，那個車也10輛，反正什麼車只要看對眼了，不看價格，通通10輛起。這闊氣程度把銷售小哥都驚呆了。然而還沒等銷售小哥反應過來，買開心的土豪大手一揮，那這是你的小費，1疊美金就被塞了過來。這下輪到旁邊的觀眾眼紅了，紛紛表示也想接住這波富貴去給豪車講解。但說實話，如果想接住這波潑天的富貴，那還得去比亞迪展台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屆車展比亞迪直接火力全開，不少老外都在那兒呢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2025年即將進入尾聲，廣州車展如期而至。就像很多 APP 都會發布年終總結，廣州車展作為今年最後一個 A 級車展，不僅是各大車企最新產品和前沿科技成果的展示平台，也是給這一年畫上一個句號，再為下一年拋出風向標。今年的廣州車展規模高達22萬平方米，展車總數1085台，其中首發新車93輛，新能源車629輛，兼具電動化與智能化特質的首發車型及新能源汽車，以近58%的佔比成為絕對主角。當然，說到車展，最大的看點一定是包管，畢竟這代表車企的硬實力。幾年前提到包管的清一色是寶馬、奔馳這類外資豪華品牌，而如今廣州車展的包管權早已換了主人，成了自主頭部車企的實力秀場。不知道大家發現了沒？從4月的上海車展到9月的成都車展，比亞迪一直都以包管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面前，也成為了每屆車展中最大的看點。而今年的廣州車展上，比亞迪再次選擇包管。比亞迪的展台設計完全以用戶體驗為核心，比如室外展區，比亞迪展示了仰望 U8 的應急浮水技術，演示每小時1場、全中國獨一份的浮水體驗，給現場觀看者帶來了極大的震撼。而室內更貼心，比亞迪將王朝、仰望、騰勢、方程豹4大展品線分開展示，每個區域都有專屬看點。這也難怪比亞迪展台永遠被圍的裡3層外3層。比如方程豹展台的泰7絕對算得上是流量擔當，不少觀眾為體驗實車排起了隊。方程豹的銷售人員忙得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。據他介紹，泰7自上市以來訂單量就一路走高，僅10月份單月銷量就突破了2萬輛。這次車展現場的諮詢量更是暴增，我們幾個銷售都快忙不過來了。而觀眾喜歡泰7的原因也各有不同，有越野愛好者看中它新能源硬派越野的核心屬性，也有不少用戶被泰7搭建的專屬生態體系所吸引，覺得它能適配戶外、家用等多種場景。對了，小編還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事，就是這次來參觀比亞迪展台的觀眾裡，明顯外國人的比例多了起來。尤其是在騰勢展台，隨處可見高鼻梁、大長腿的老外圍着銷售聽講解。為什麼他們對騰勢這麼感興趣？看完車，小編懂了。現在市場上家庭6座 SUV 不少，但說實話，大多數就是堆配置，冰箱、彩電、大沙發塞滿，問你安全怎麼樣就含糊其辭。但小編看 N8L， 着實覺得它不太一樣。2000兆帕的熱成型鋼用在關鍵地方，混動 CTB 技術能扛住25噸大貨車側翻壓頂，並且它不只是硬，E3方技術讓這台車能在128公里每小時的高速上避讓不甩尾，180公里爆胎還能穩住，甚至154公里暴風側吹都不跑偏。此外，這麼大一台車，轉彎半徑只有4.58米，比很多 A0 級小車還靈活，3.9秒破百，35.4米剎停，雲蔦 A 空氣懸架。講真的，安全這東西平時用不上，關鍵時刻真有用。騰勢把安全做成最大豪華，這思路對了。而這大概就是老外們對騰勢心動的原因。旁邊的騰勢D9更不用多說，累計交付快30萬輛，連續2年穩坐 MPV 市場3冠王。從香港財政司司長到楊瀾、王浩這些公眾人物都愛選它。
1100公里綜合續航，5.85升虧電油耗，800伏高壓平台，在新加坡賣得比豐田埃爾法還貴，卻照樣被搶着買。這波操作直接證明中國豪華品牌真的站起來了。說來說去，騰勢能這麼穩，就是沒被市場帶偏。別人搞噱頭，他死磕技術；別人降價，他把安全和操控做扎實。有一說一，這屆車展上，比亞迪展台中最引人注目的其實是仰望展台。比起王朝，騰勢的熱鬧親民，仰望自帶高端 buff。這次他攜帶仰望 U9 Extreme、仰望 U8L 頂飾版、仰望 U7集體登場，產品矩陣直接拉滿，每一款都堪稱中國高端汽車技術的活名片。3款重磅車型一亮相，就把觀眾的目光牢牢鎖住。畢竟這樣的神仙陣容，誰能不心動？其中最吸睛的當屬仰望 U9 Extreme， 前不久剛在紐北賽道跑出6分59秒的成績，不僅刷新了量產電車圈速紀錄，還以496.22千米每時的極速拿下全球汽車極速紀錄。這波操作直接讓不少外資超跑廠商坐不住了。更狠的是，這台速度猛獸在國內4大賽道的工程驗證也全部通關，上海國際賽車場、珠海國際賽車場、株洲國際賽道、成都天府賽道的量產車圈速紀錄被他挨個刷新。當然，能有這樣的成績，全靠仰望的技術雙 buff。E4方和雲輦 X 創新技術架構，把車身姿態控制玩到了新高度，硬生生拉高了超跑的物理極限。而且它不只是賽道專屬，技術同源的仰望 U9 還能把尖端賽道技術系統性轉化到日常駕駛中，讓車主既能體驗極致性能，又不耽誤買菜接娃，實用與炫酷兼得，堪稱賽道家用兩開花。仰望 U7 這次也帶來了不小的驚喜，全新星河藍外觀搭配虛光城內飾，實車一看就是妥妥的西裝暴徒，優雅的車身線條下藏着強悍性能。作為精英人群的新寵，它和 U9 共享仰望架構，E4方分布式驅動系統，雲輦 Z 全主動車身控制系統，1300 PS 的強悍動力，再加上天神之眼 A3 激光駕駛輔助，配置直接拉滿。最讓人上頭的是它的全數字底盤，能通過 OTA 持續進化，新功能隨時上線。就算用戶需求越來越苛刻，它也能跟着升級，堪稱越開越香的典範。現場不少觀眾圍着實車拍照，有網友調侃：這顏值開出去比戴名錶還有面兒。而早已家喻戶曉的仰望 U8L 頂飾版，這次又靠硬實力圈粉無數。車展前的大樹傾倒壓頂測試讓人印象深刻，2噸重的大樹多次連續砸擊，車身愣是沒出明顯損傷，超強剛性肉眼可見。而作為旗艦 SUV， 它的黑科技遠不止於此，原地360度旋轉、應急浮水功能，走到哪兒都是焦點。情緒價值直接拉滿，當然它也不是完美無缺，有車主反饋 A 柱和後視鏡設計會影響部分視線，長途續航表現還有提升空間，但這並不妨礙它穩穩站在國產旗艦 SUV 的金字塔尖。現場不少越野愛好者圍着銷售諮詢，有大叔笑着說，開這台車去越野比帶保鏢還安心。話又說回來，仰望這3年的成長堪稱顛覆式，從首款 U8 用硬實力敲開高端市場大門，到超跑豪華轎車陸續補位，不僅快速完成了產品矩陣閉環，更憑着 E4方、雲輦這些全站自研的核心技術，打破了外資品牌在高端領域的話語權壟斷。要知道，以前提起高端車，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 BBA， 而現在仰望用技術說話，讓中國品牌也能在高端市場站穩腳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仰望展台前的老外越來越多了，不少人拿着手機拍個不停，還圍着銷售詳細諮詢參數，甚至有外國媒體專門趕來做專題報道。畢竟，比起單純堆砌豪華配置，仰望的技術創新更有說服力。超跑用戶要極致性能， SUV 用戶要全場景能力，豪華轎車用戶看重綜合實力。仰望的核心技術總能精準命中這些需求，而不是單純為了炫技。有人說仰望靠高價博眼球，但事實證明它能被市場認可，關鍵還是靠技術。從 U9 Extreme 的速度奇蹟，到 U8L 的硬核安全，再到 U7 的全能豪華，仰望用3年時間證明，中國品牌不僅能造好車，還能造高端豪車。對了，根據數據顯示，
仰望品牌累計交付量已突破5萬輛，成為中國高端新能源市場增長最快的品牌之一。這樣的成績就是最好的證明。如今的仰望已經成為中國汽車工業高端化的代名詞。這次廣州車展的亮相，不僅讓大家看到了中國品牌的技術底氣，更讓人期待未來它能帶來更多黑科技。畢竟對於仰望來說，打破紀錄只是起點，持續創新才是常態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